承包鱼塘3年，每年租金2万8，从没拖欠过。但这天，村主任却带着他小舅子过来，明年承包费涨到6万，你不同意就把塘让出来。行。于是他俩对视一眼，满意离开。他俩一走，我立刻叫来抽水泵和活鱼运输车，连夜把鱼转移到那个只要5000的废弃水坑。赵主任，什么风把您吹来了？来，屋里坐。做就不做了，跟你通个气儿。村里开会定了，鱼塘明年的承包费涨到6万，你心里有个数。主任，合同上白纸黑字写着每年2万8，还有1年才到期，你这说涨就涨，不合规矩吧？我承包这个鱼塘3年，刚接手时这就是个烂泥塘，我起早贪黑好不容易盘活了，成了全村产量最高的，眼看着下个月鱼出水就能卖个好价钱，这个节骨眼上突然要涨租金，守民啊，看事情不能只看眼前，现在物价都涨了，村里也得发展不是？这个价格是村委集体定的，不是我一个人说了算。陈大哥，从法律上讲，租赁合同到期，出租方就有权重新定价，这属于正常的市场行为。你如果无法接受新价格，可以选择不续约。但之前的合同条款写得很明白，合同到期后，鱼塘内的附属物归村集体所有。也就是说，你要是不续约，这满塘的鱼你一条也带不走。守民，你想想，你这塘鱼卖了，少说也有10几万吧？我们只要6万，你还净赚好几万，不少了。做人不能太毒，也得让村里沾点光，不是？你要是爽快点，咱们还是好乡亲。你要是想不开，那我们只能按规矩办事儿，到时候闹得难看了，对谁都不好。我明白，现在不管说什么都没有用了。既然他们不讲信用在先，我也没必要当好人了。行，我知道了。这就对了嘛，守民，你是个聪明人，我就知道你是个识大体的。这样，我给你3天时间准备钱，3天后带钱来村委签个合同。6万，抢钱都没这么明目张胆。王支书，你们村后山那个废弃采石坑，1年5000租金对吧？那采石坑是活水，泉眼冒出来的，水质比我这烂泥塘强100倍。之前嫌远没要，如今正好派上用场。守民，对，是空着，那破坑荒了7、8年了，你问这个干啥？我租了，现在就过去签合同。守民，你可想清楚了，那地方水深是够，但可不好养鱼啊。没事儿，我有办法，这本来也没人要，荒着也是荒着。你要是诚心要，我做主，1年给你算3000。不用降价，5000就是5000，但我只有一个条件，合同签纸黑字写死，这3年内绝不涨租，谁违约，赔偿金按10倍算。不到10分钟，合同打印出来，我逐字逐句核对每一项条款，尤其是违约责任和租金部分。确认无误后，我签下名字，重重按下手印，收好合同。我走出村委大院，立刻掏出手机，拨通了老李的电话。老李是我长期雇佣的渔工，手底下带着几个干活麻利的兄弟，专门负责打捞装车。李叔，带上你的人，现在马上把活鱼运输车全开过来。守民，这还没到出鱼的时候，下个月才最肥，现在捞亏大了。等不到下个月了，今晚就干活，1根鱼苗都别留下，按我说的做，马上发车。刘哥，把你站里最大公度的抽水泵全拉到我这儿来，3台带柴油发电机，天黑前必须装好。守民，你那塘子几千方水，抽它干啥？费用可不浅。钱我1分不少，你马上发车。出事算我的。晚上7点半，3辆农用3轮车借着夜色从小路摸到塘边。老刘带着伙计麻利地卸下3台大功率抽水泵。8点整，村口方向传来低沉的引擎轰鸣，10辆重型活鱼运输车关着车灯，悄无声息地停在进塘的土路旁。我站在塘埂上，一声令下，开机。3台柴油发电机同时发出震耳欲聋的咆哮。粗大的水管猛地绷直，白花花的水柱喷涌而出，直接排进旁边的荒沟。水位以肉眼可见的速度下降。老李带着几10个伙计拉开大网，从塘头直接兜向塘尾。肥硕的鱼在泥水里疯狂扑腾，水花溅起2米高。伙计们动作极快，一筐筐活蹦乱跳的肥鱼被接力送上重型运输车。凌晨2点，鱼塘基本清空，紧接着是设备，5台增氧机，3台自动喂料机全拆了，连拉在半空中的电缆线、旁边的监控探头，甚至看守棚里的那张破折叠床，我全都让人连夜打包搬走。凌晨5点，3台抽水泵终于熄火，整个鱼塘被抽得干干净净。我结清了老刘的抽水费，又给帮忙的伙计们挨个发了双倍工钱的红包。临走前，我回头看了一眼，冷笑一声，不知道赵桂发再回来看到这一片狼藉的时候会作何感想呢？果不其然，第2天天刚擦亮，赵桂发就领着赵小军再次往鱼塘走来。姐夫，陈守明真能痛快掏6万？哼，他敢不掏？满塘的肥鱼压着，卖血他也得把钱给我凑齐。这怎么回事？鱼呢？设备呢？陈守明，你个王八蛋，敢阴老子！你给我等着！
车队轰鸣着开进临镇后山，废弃踩水坑四周全是烂泥。这地方也太过荒凉破败了。放手干就好。李叔带领人员清理淤泥，修整坑边。老刘铺设输水管道，引流山间活水。几十号人立刻动手清淤泥、修边缘。挖掘机进场平整，坑底机械轰鸣声响彻山谷。不到半天，黄坑彻底变样，通电。我一把推上电闸，5台增氧机在水面疯狂运转，清澈的山泉水顺着粗管哗哗注入坑中。卸车！运输车闸门轰然打开，几万斤肥鱼争先恐后砸进泉水里，欢快翻腾。看着焕然一新的新鱼塘，我抹了把脸上的泥水。赵桂发，想断我的财路，门都没有。但没等我把最后一点饲料撒下去，身后就传来刺耳的刹车声，车门砰的被重重踹开。赵桂发喘着粗气冲过来，脸憋得通红。陈守民，你个王八羔子，谁给你的胆子动塘里的鱼？老子的设备呢？老子的几万斤肥鱼呢？你一晚上全给老子偷空了！赵主任，饭可以乱吃，话不能乱讲。什么叫你的鱼？鱼是我买的苗，饲料是我喂的，设备全是我自掏腰包买的。我搬走自己的东西叫偷？放屁！那塘是村集体的，长在塘里的东西就是村里的。你先把鱼给我发回去，不然我今天就报警抓你。报警？行啊，你报，警察来了正好评评理，看看哪条法律规定租户不能提前搬家。陈哥，你这样做就不对了。我们昨天已经正式通知你涨租，你现在单方面清空鱼塘，连根电线都没留下，下一个承包的人怎么办？你这是恶意破坏村集体财产。最关键的是，你这种行为直接导致村集体明年的鱼塘无法正常发包，给我们造成了严重的预期收益损失。从法律角度讲，你要承担完全赔偿责任，不仅要把鱼和设备还回去，还要赔偿我们6万块的租金损失。陈哥，我劝你别把事情做绝，真上了法庭，你倾家荡产也赔不起。几句话把强盗逻辑说得冠冕堂皇，他们要抢我的血汗钱，反倒成了我欠他们的。赵桂发听到小舅子搬出法律，腰杆瞬间硬了。听见没？大学生懂法，你今天不把鱼和设备交出来，再赔6万块钱总费，这事儿没完。跟我讲法律，跟我谈合同。来，大学生，睁大你的眼睛看清楚，承包期满或提前终止，乙方需交换鱼塘主体，塘内养殖水产及乙方自行添置的机械设备由乙方自行处置，不计入村集体资产。陈守民，你别太嚣张，就算设备算你的，但鱼是吃着村里的水长大的，你连夜把鱼捞走就是转移集体财产。根据法律规定，鱼依托鱼塘生存，属于不可分割的附属物。不可分割？老子抽干了水，鱼照样在我的车里蹦跶，这叫不可分割？我每年花2万8买你们的水，鱼苗是我花钱买的，饲料是我一袋袋扛进去的。现在你跟我说鱼是村里的？你家种在地里的白菜长熟了，全村人都能去砍2颗是吧？这边的争吵声太大，加上10几辆活鱼运输车进山的动静，早就把邻镇的村民和跟过来看热闹的本村人吸引了过来。大伙都来评评理，让他们听听到底是谁不讲理。我陈守民承包村里的烂泥塘3年，每年2万8的租金，没拖欠过1天。现在塘子养肥了，赵主任带着他这个大学生舅子上门，张嘴就要把租金涨到6万。6万，那破泥塘以前荒了10几年都没人要。现在看人家挣钱了就眼红，就是，都闭嘴！这是村委的决定，关你们屁事儿！赵主任，昨天在院子里，你可是亲口跟我说的，不同意就把塘让出来。做人不能太毒，得让村里沾点光，这可是你的原话。既然你让我把塘让出来，那我就让个干干净净。水我抽干了，设备我拆了，鱼我一条不剩全带走了。你那个烂泥塘，我原封不动还给村里。我这叫绝对服从村里安排。赵主任，你还有什么不满意的？赵桂发被我怼得哑口无言，一张脸憋成了猪肝色。赵小军见状，赶紧站出来：“陈守民，你这是恶意报复！你明知道村里指望这鱼塘创收，你把水抽干，把设备全毁了，连根电线都没留下，下一个承包户怎么接手？你这就是破坏村集体经济！”他这话一出，连围观的村民都听不下去了。本村的王大爷拄着拐杖走出来：“人家守民自己花钱买的东西，凭啥留给下一个承包的？你这书读到狗肚子里去了！呸！就是大学生学法，就是为了回来坑自己人，满嘴的歪理邪说，跟土匪有什么区别？吃相太难看了，看人家要出鱼了，聪明，跑去涨租金。人家不干了，还要人家把鱼留下。赵桂发，你这村主人当的真够不要脸的！去
年村里修路，赵桂发你就贪了不少，现在又来祸害守民，你真当村里人都是瞎子？村民们的骂声一句比一句难听，全砸在赵桂发和赵小军脸上。赵小军哪里见过这种阵仗，被几个大妈骂得脸涨得通红，眼镜都差点掉在地上。你们这是法盲！我不跟你们扯。姐夫，报警，让警察来抓他！姐夫，快啊！他不提前30天通知就单方面搬走，就是违约。老李带着几十个干活的伙计，直接往前压了一步。报啊！每年12月交下一年租金。现在才几月？是你姐夫昨天通知涨租，限3天交钱，要违约也是你们先违约。让警察来看看，到底是谁强买强卖，是谁想贪图别人的私人财产。赵小军的手哆嗦着，屏幕按了半天，硬是没敢拨出去。赵贵发现惹了众怒，又看着老李那群人凶神恶煞的样子，恶狠狠地盯着我。陈守民，算你狠！你给我记住，你户口还在村里，以后有你求老子的时候。赵主任，你还是先操心操心你自己吧。那个烂泥塘，你就留着自己下去洗澡吧。李叔，让兄弟们辛苦一下，把剩下的饲料全撒下去。听见没？干活了，把剩下饲料全撒下去。今天中午，镇上馆子我请客，肉管够，酒管饱。好嘞！伙计们齐声欢呼，干劲十足地散开去忙活镇上的土菜馆里。热气腾腾的炖大鹅端上桌，伙计们放开肚子吃肉喝酒，气氛热烈。守民，今天这口恶气是出了，但赵桂发那损子绝对不会善罢甘休。他在村里横行霸道惯了，这回吃了这么大亏，肯定要在背后使绊子。李叔，既来之则安之。他想玩阴的，我陪他玩；他要是敢把手伸过来，我就让他吃不了兜着走。明枪易躲，暗箭难防，那一家子没一个好东西。借他10个胆子，他也不敢。你就这么肯定？法治社会有的是法子治他。反了！陈守民这个狗东西，居然敢当着全村人的面下我的面子！这口气我不出，以后在村里我还怎么管人？姐夫，你消消气儿，跟这种泥腿子硬碰硬掉价。对付做生意的得用商业手段。什么商业手段？你少给我拽词儿！老子现在只想收拾他！陈守民把鱼弄到了后山那个破坑里，几万斤活鱼，每天吃喝拉撒要多少东西？鱼饲料、消毒药水、抗生素，哪一样他能自己变出来？他得去镇上买吧。继续说。咱们给镇上所有饲料站和鱼药店打招呼，谁敢卖给他1粒料1瓶药，就是跟咱们过不去。对呀，镇上那几家农资店老板我都熟，平时没少求我办事儿。这就对了，姐夫，你出面打个招呼，利用你的人脉，威逼全镇的饲料站和鱼药店集体断供。咱们打一场供应链战争，不出3天，他那几万斤鱼吃不上料，生了病没药治，全得翻白地皮。到时候他倾家荡产，还不是得哭着喊着来求你？好，还是你们大学生脑子好使，杀人不见血。我这就给老张他们打电话，谁敢卖给陈守民1粒饲料，就是跟我赵桂凤过不去。2天后，我正在新塘边检查水质，老李开着空荡荡的3轮车，满头大汗的从镇上赶回来。车刚停稳，老李直接跳下车，急得声音都劈叉了。守民，出事了！怎么了？镇上7、8家饲料站，全都不卖给咱们，怎么回事？钱没带够？根本不是钱的事儿。老张那家平时咱们1月拿几万块的货，从来没欠过账。今天我一去，他直接把我往外推，说没货。我眼瞅着库房里堆得满满当当的，他硬说全被人订了。再去李记、王胖子那几家，连门都不让我进，口径全一样，就是不卖。王胖子跟我私交不错，偷偷透了底，是赵桂发发了话，
谁敢做咱们的生意，以后村里的补贴和项目全卡死，他们不敢得罪赵桂发呀。我看着不远处水面上翻腾的鱼群，几万斤鱼每天的消耗量极大。之前带过来的饲料库房里已经见底了，最多撑到明天中午。不仅是饲料，鱼药也没了。换了新水，虽然是活水，但也得撒药防应激反应。现在买不到药，万一爆了鱼瘟，这几万斤鱼全得死绝。守民，这可咋办啊？是赵小军发来的，他这是来探虚实。陈哥，听说你边饲料断了，这做生意啊讲究个和气生财，你非要跟村里对着干，这路不就走窄了吗？后山那破地方，连个遮风挡雨的都没有，几万斤鱼饿肚子可不好受，何必硬撑呢？回来给我姐夫低个头，认个错，把那6万块钱补上，大家还是乡里乡亲。我姐夫一句话，饲料立马送上门。隔着屏幕，我都能闻到那股子小人得志的酸臭味。这帮畜生，这是要把咱们往死里逼呀！守民，怎么办？要不我去临县买，可是路太远。运费高不说，时间也来不及呀！鱼要是饿2天掉秤，咱们这半年的辛苦全白费了。嘿嘿嘿，陈哥，想通了。想通了就赶紧带钱来村委，别让你那几万斤鱼陪着你受罪。赵小军，你回去问问你姐夫，他的脸是不是又痒了，欠抽。陈守民，你别敬酒不吃吃罚酒，镇上没一家店敢卖给你1粒料，你就等着你的鱼全死光吧。断我的供，就凭赵桂发那点芝麻绿豆大的面子。死鸭子嘴硬，我看你能撑到什么时候？守民，你是不是早就想到了他们会这么干？已经有办法了？李叔，他们想逼我们，无非就那几个办法。既然他们让我们买不到镇上的破饲料，那咱们就换点好的。就在这时，远处公路的方向突然传来一阵震耳欲聋的汽笛声。只见进山的土路上扬起漫天尘土，整整3辆重型卡车排成一线，浩浩荡荡地开了过来。打头的那辆重卡车身庞大，车厢侧面印着几个极其醒目的大字：省农科院指定水产饲料。这是……哼！这，叫兄弟们卸货！兄弟们卸货！伙计们一听，欢呼着上前拉开车厢门，一袋袋包装精良的饲料被迅速搬下车。省农科院的牌子，人家能卖给咱们这种散货？我直接给厂家拍了10万块定金，不仅买饲料，我还顺手拿下了他们在这个县的独家总代理。以后这牌子的饲料、鱼药，全县只有我这儿能出货，价格比镇上那些劣质货还要便宜3成。妙啊！赵桂发那老王八蛋想断咱们的粮，咱们直接把镇上那些店的锅给砸了。去，给周边几个村的养殖大户打个电话，就说我这儿有省里直供的好料，价格便宜，要货的自己开车来拉。不到半天，消息传遍了10里8乡。下午后山采石坑外头停满了3轮车和皮卡，周边村子的养殖户全来了。守民，给我来50袋，我要100袋。老张的孙子昨天还给我涨价，我不伺候了。我坐在临时搭的棚子底下收钱开票，手都没停过。50袋往右边搬。镇上那几家农资店的老板这下彻底慌了。老张带着几个老板厚着脸皮跑到我这儿。守民啊，之前那是误会，赵主任发了话，我们也是没办法。是啊，你看咱们这么多年的交情，昨天李叔去求你的时候，你连门都不让进，现在跑来谈交情。你们的货卖不出去，去找赵桂发呀，他不是能耐大吗？老张几个被我骂得狗血淋头，灰溜溜的走了。赵桂发和赵小军的供应链战争，连个水花都没打起来，就彻底破产。废物，全是一群废物！姐夫，他就是瞎猫碰上死耗子，卖饲料能赚几个钱，大头还在养鱼上。我研究过了，现在城里人流行吃生态鱼。咱们那个塘虽然设备被陈守明拆了，但正好搞原生态养殖。你能行？那塘子现在连个增氧机都没有。姐夫，你听我说，增氧机那是破坏自然规律，
我从网上查了，只要放养比例合适，完全不需要设备，我这就去买鱼苗，3个月就能出来。去试试吧。赵小军说干就干，他跑去临县买了一大批便宜的杂交鱼苗，一股脑全倒进了那个烂泥土里。为了省钱，他没买好饲料，而是去镇上老张那里低价收了一批快过期的劣质料。赵小军每天站在塘埂上，指挥着过来的闲汉往塘里撒那些发霉的饲料。看到没？这叫低成本高回报运作模式。赵小军还特意拍了短视频发朋友圈，配文“新时代大学生的生态养殖创业路”。我刷到这条朋友圈，直接笑出了声。这小子作孽啊！烂泥塘水是死的，底泥又厚，它不清鱼不增氧，还喂发霉的料，这是嫌鱼死的不够快。果然不出半个月，赵小军的生态养殖就崩盘了。天气一闷，烂泥塘里的水质迅速恶化，发出一股刺鼻的恶臭。一天早上，赵小军照例去喂鱼，刚走到塘边，整个人就傻了。水面上白花花的一片，全是翻了肚皮的死鱼。怎么可能？网上不是这么说的。赵老板，这鱼全得病了，鳃都烂了，怎么办？那怎么办？得赶紧撒药啊，再晚就全完了。赵小军急急忙忙跑去镇上买药，可老张他们因为跟着赵桂发得罪了我，生意一落千丈，店里连进药的现钱都拿不出来，哪有特效药给他？赵小军没办法，只能硬着头皮跑到后山来找我。他站在铁丝网外面，半天憋不出一句话。我正指挥着伙计们给水池里的肥鱼投喂，连正眼都没看他。陈守民，卖我点鱼药。买药？行啊，500块一包，概不赊账。500？你抢钱啊？镇上以前才卖50。嫌贵去镇上买啊！我这是省里直供的特效药，就这个价，爱买不买。你这是敲诈！我要去工商局告你！慢走，不送。回去晚了，你那塘里的鱼估计连做咸鱼都不够格了。赵小军气得浑身发抖，最后还是没舍得掏钱，扭头跑了。没过3天，赵小军塘里的鱼死得干干净净，几万块钱的鱼苗打了水漂，雇人的工钱还欠着。赵桂发，滚出来！别躲在里面装死，出来！杀千刀的赵小军，那个烂泥塘里的死鱼水全溢出来了，顺着沟流进了村里的灌溉渠。我那3亩快收的白菜全被黑水套烂了。今天不赔钱，老娘扒了你们家的皮！我家那片果园全浇了你们的臭水，果子全落了，连井水都喝出了一股死鱼味儿。赵桂发，你今天必须给个说法！你个混蛋！你个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畜生！谁让你往塘里倒发霉饲料的？现在水臭了，漫出去了，全村的庄稼都毁了，你让我怎么收场？姐夫，这怎么能全怪我？那塘底本来就是死水，是你非要我接手的。买鱼苗的钱还是你从村委账上挪的，要怪就怪陈守民，他把增氧机全拆了，不然鱼能死吗？啊！你还敢顶嘴？陈守明早搬走了，现在白菜烂在地里，村民找的是我。长本事了啊！好好的鱼塘，每年2万8的承包你不挣，非要逼走人家。现在弄个废物来养鱼，鱼死光了不说，毒水把村里几百亩地的灌溉水全毁了，这笔账怎么算？你们干什么？私闯民宅！信不信我马上报警抓你们？哼，你报啊！警察来了，正好查查你挪用公款买鱼苗的事儿。查查你这几年贪的修路钱。少废话，赔钱！我家3亩地，1亩算5000，赔1万5。我家2亩玉米也全毁了，赔1万。
还有村集体的承包费。本来每年有2.8万进账，年底大家还能分点油水，现在1分钱没有，你赵桂发必须把这钱补上。这事是赵小军干的，你们找他要钱。我没钱啊！我刚毕业，哪有钱赔？买劣质饲料的钱还欠着老张呢，你们打死我也没钱。几个年轻小伙子抡起扁担，直接砸碎了赵家客厅的玻璃窗。赵桂发老婆从屋里连滚带爬跑出来，手里死死攥着一个红皮存折。我们赔还不行吗？赵桂发瘫坐在泥水里，脸色煞白，浑身发抖。几百亩地的损失，加上村集体的亏空，少说也得10几20万。他这几年在村里捞的那点油水，今天全得连本带利吐出来。乡亲们，里面有20万，走去信用卡取钱分赔偿。村民们拿着存折，浩浩荡荡地转身离开。院子里只剩下满地狼藉。赵桂发两眼一黑，直接晕死在泥水里。而我这边的废弃采石坑却是一片生机勃勃。守民，你看这鱼，这肉质。加上省农科院的优质饲料，鱼长得飞快，个个膘肥体壮。下个月第一批鱼就要出水了。省里的几个大水产收购商听说了我这边的水质和饲料，主动跑来签了包销合同，价格比市面上高出2成。守民，咱们这回真发了，这半年的辛苦全赚回来了。伙计们更是高兴的天天合不拢嘴，干活越发卖力。天蒙蒙亮后，山采石坑，灯火通明。几十号伙计光着膀子，齐刷刷发力，水花飞溅。守民，第一批3万斤全装上车了。市区海悦大酒店的老板催了3次了，等着这批活水鱼开席呢。让兄弟们跟车，路上开稳点。今天这批货交了，每人发2000奖金。欢呼声震天响。3辆重型冷链活鱼运输车轰鸣着启动，沿着新修的土路往镇上开去。我开着皮卡在前面带路，只要上了省道，这笔几十万的买卖就算落袋为安了。车队刚开出2公里，到了出村的必经之路老槐树岔口，前面的路硬生生被堵死了。2台破旧的东方红拖拉机横在路中间。又是赵桂发这个王八蛋！旁边搭了个简易棚子，挂着一块歪歪扭扭的木牌。青柳村生态资源保护检查站，赵桂发大马金刀的坐在棚子底下抽烟，旁边站着赵小军，手里拿着一沓盖了红章的文件。更扎眼的是，他们身后站着7、8个流里流气的混混，手里提着钢管和木棍，领头的是镇上有名的地痞老四。我踩死刹车，推门下车，后面的活鱼车也跟着接连停下。老李带着10几个伙计，抄起扳手就冲了过来。赵桂沙，你这般阻拦道路，究竟意欲何为？没别的事儿，过来查看情况罢了。陈守民，这边产业经营的风生水起，收成收益颇为可观吧？道路属于公共区域，你无权私自拦路设障。陈守民，你少拿公家说事儿，这是村委连夜开会通过的关于保护本村水资源及道路维护的暂行规定。你那后山采石坑的水属于村集体地下水系，你用村里的水养鱼，运出去卖钱，必须交资源补偿费和道路磨损费。多少钱？1车5万，3车15万，交了钱立马放行，不交钱，这车今天就别想从这里开下去一步。我弄死你们这帮畜生！李叔，退后。陈守民，你不是很狂吗？你不是能耐大吗？今天老子就把话撂这儿，不交钱，你这几车鱼就全给我烂在路上。等到中午太阳一出来，我看你这几万斤死鱼能卖给谁？你这是敲诈勒索！随便拍，我是村主任，这是村里集体的决定，你就算告到天王老子那儿也没用。陈哥，别白费力气了，县里镇上谁不知道我姐夫的面子？你就算报警，警察来了也是调解村务纠纷，调解个10天半月，你那鱼早就臭了。我没理会他们的叫嚣，退出录像，直接拨通了昨天在省报上看到的一个号码，市委优化营商环境专项督查举报热线。这几天市里正在严打基层吃拿卡要，专治各种乱收费。你好，我要实名举报青柳镇青柳村村主任赵桂发纠集社会闲散人员，在省道连接线上私设盔甲，敲诈勒索企业15万元过路费，对方带有凶器，严重阻碍正常生产经营。15万，我1分没有。有本事你今天就把我们全打死在这儿！市里的举报电话。陈守民，你是不是脑子进水了？市里离这儿80公里，你指望他们现在飞过来救你？老四，给我砸！先把那几辆车的轮胎给我放了气！住手！
一辆挂着普通牌照的黑色越野车，不知道什么时候停在了100米外。车门推开，走下来3个穿着夹克的中年男人，其中一个拿着笔记本，一个拿着微型摄像机。你们是什么人？谁给你们的权利在这里设卡收费？你算哪根葱？跑我们青柳村来多管闲事儿？过路的是吧？看清楚牌子，村委设卡，外来车辆过路交200块钱养路费，不交钱赶紧滚蛋！村委设卡，国家明令禁止任何单位和个人在公路上非法设卡乱收费。你们这是公然违抗国法，谁给你们的胆子？这种违法设卡你们也敢挂出来？这是村委的决定。姐夫，这人来头不小。这位同志，饭可以乱吃，话不能乱讲。我们这是基层自治，有村委的红头文件。你一个外地人，懂什么基层情况？再敢在这里闹事儿，连你们的车一起扣了。我今天倒要看看谁给你们这么大的胆子。通知青柳镇派出所和县政府，10分钟内一把手全部给我滚到槐树岔口来。赵桂发一听这话，心里猛地咯噔一下。装，你接着装。但看着对方普通的穿着，又觉得是在虚张声势。把他们东西都收了，今天谁也别想走。赵桂发，你动他们一下试试。不到5分钟，2辆警车和3辆黑色公务车风驰电掣般冲了过来，刺耳的刹车声响彻整个岔口。青柳镇的镇长和县里的刘副县长就连滚带爬地冲了下来。赵桂发看到镇长，顿时喜笑颜开。镇长，您怎么亲自来了？长官，此人行事蛮横，还有外来人员在此无端争执，我本打算休要无乱言语，行事不分轻重，你可知会惹出多大麻烦？刘副县长根本没看他们一眼，径直跑到那个中年男人面前，腰弯的几乎成了90度。周书记，您怎么亲自下来了？我们工作没做好，让您见笑了。周书记、市委副书记周卫国、赵桂发双腿一软，扑通一声跪在了地上。老四那帮混混更是吓得把手里的钢管全扔了，抱头蹲在路边，大气都不敢喘。刘副县长，这就是你们县的营商环境，这就是你们扶持企业的态度，拦路设卡，索要过路费，简直是骇人听闻。周书记，这是我们的严重失职，我们马上严肃处理。还愣着干什么？把这群涉嫌敲诈勒索、寻衅滋事的犯罪分子全部抓起来，那个设小的拖拉机马上给我推沟里去。警察迅速上前，将老四等人全部反抗。赵桂发被2名警察架起来，脸色惨白，拼命挣扎哭喊：各位，我没有私心，我一直都是为了村里发展，为了集体着想，全程都是按村内规矩办事。做人做事自有本心底线，行业规则，一己私欲岂能凌驾集体规矩之上？周先生，我们有村内备案资料，我们的所作所为都是合法合规的。私造文书，善用便利，蛮横索取财物，你也是饱读诗书之人，世间行事道理全都抛之脑后了。小军，你跟他们先回去吧。赵小军彻底崩溃了，双腿瘫软，被警察直接拖上了警车，路障被迅速清理干净。周卫国转过身走向我：你就是陈守民？是，陈守民，很好啊。周书记，遇事沉稳镇定，行事胆识兼备。我了解过后山养殖基地的发展，将闲置场地改造利用，发展生态水产种植形式，算得上踏实存干的实干之人。这般前景向好的种植产业，没能得到有力扶持，反倒遭人刻意干扰阻碍。我们马上着手跟进相关事宜。周书记，您放心，我们县里马上成立专班，陈守民同志的渔场今天起正式挂牌为县级重点扶持农业项目。税收减免、水电补贴、道路硬化，全部按最高标准落实，绝不能让干实事的人寒了心。多谢周书记，多谢刘县长，好好干，政府是你们的后盾，谁敢再伸黑手，直接给我打电话。有了市委领导的亲自护航，车队再也没有遇到任何阻碍。中午12点，3万斤活水鱼准时送达市区海悦大酒店，肉质鲜美，毫无泥腥味的生态鱼一上桌，立刻引起了轰动。酒店老板当场追加了全年的独家供应合同，定金直接打进了我的账户。接下来的半个月，我的废弃采石坑彻底变成了聚宝盆，县里的扶持资金到位，进山的土路被铺上了平整的柏油路。省农科院的专家甚至专门跑来设立了科研观测点，每天都有源源不断的冷链车开进后山，日进斗金。而青柳镇那边则是另一番光景，赵桂芳因为涉嫌敲诈勒索、滥用职权，被直接免去村主任职务，停职接受纪委和公安的联合调查。他以前贪污修路款、吃拿卡要的烂账被全村人联名举报，全部翻了出来。赵小军因为是从犯，加上伪造文件，被拘留了15天，出来后成了全镇的笑柄，连家门都不敢出。这天傍晚，我正在新修的办公室里核对账目，老李急匆匆地推门进来，脸色有些凝重。守民，镇上刚传来的消息，
赵桂发昨天被放出来了，去保候审。听说他老婆跟他离了婚，房子也被查封了。李叔，通知安保队把后山的红外监控全打开。赵桂发既然想玩命，那我就彻底断了他的生路。我这就去办。凌晨监控室里，老李揉着通红的眼睛。守民，这都连续熬了3个晚上了。守民，赵桂发那老狐狸是不是不敢来了？他会来的。他现在背着几十万的债，老婆跑了，房子也封了。换作是你，你能咽下这口气？那是犯法的事儿啊！他现在还管什么犯法不犯法？他要是懂法，能落到今天这步田地？来了，后山配电负那边。黑影动作极其熟练地剪开铁丝网，手里提着2个巨大的塑料桶，猫着腰往发电机组摸去。2桶汽油，这是想把咱们的设备，连带这几万斤鱼全送上天啊！李叔，报警，让兄弟们带上家伙跟我走，都起来，带上家伙！陈守民，你个混蛋！老子让你赚，老子今天让你血本无归，让你告，让你狂，老子今天全给你烧了！他一边疯狂地把汽油往发电机上浇，一边咬牙切齿地咒骂：老子当不成主任，你也别想当老板！他扔掉空桶，哆嗦着手去摸口袋里的打火机。就在这时，5、6道强光手电同时亮起。赵主任，大半夜跑我这儿来浇花啊？我冷冷开口，声音在空旷的菜市坑里回荡。看清周围密密麻麻围着的人后，他先是脸色惨白。陈守民，你敢阴我？随后整个人陷入了一种彻底的癫狂。老子今天就在这儿跟你同归于尽，谁也别想好过！你敢点，我今天先劈了你！我一把拉住老李，往前迈了一大步，直接走到距离赵桂发不到3米的地方。赵桂发大拇指死死压在打火机的砂轮上。我让你退后，都给老子退后！陈守民，你再往前走一步，大家一起死！点啊，你按下去试试。行事偏离正道，终究会让自己陷入困顿处境。美满家庭已然离散，安稳生活不复存在，往昔日子再也无法挽回。时常面对旁人闲言碎语，内心始终备受折磨。我还有什么怕的？你落到今天这个地步，怪谁？是你自己贪得无厌，是你自己把路走绝了。你闭嘴！就是你，你抢了我的财路，要不是你，我能赔那么多钱吗？你以为烧了我的设备，你就能翻盘？你以为这样就能解恨？我抬起手腕，看了眼表，远处刺耳的警笛声划破夜空，正朝着后山的方向疾驰而来。你报警了！你个畜生，你敢报警！我不光报警了，我还把监控录像同步传到了云端。你刚才剪铁丝网倒汽油，拿打火机威胁我的每一句话，全都录得清清楚楚。就在火星即将冒出的那一瞬间，一块拳头大的石头带着风声砸中了他的手腕，打火机脱手飞出，掉在远处的泥地里。老李带着几个伙计冲上去，直接把赵桂发死死按在满是汽油的泥地里。赵桂发，你想干什么？赵桂发的脸被死死贴在泥水里，嘴里啃了一嘴的泥，还在拼命挣扎。陈守民，你这个混蛋！人生行路，贵在守住本心，每一次选择都自有对应的结局。警察上前，一把提起满身泥污和汽油味的赵桂发。赵桂发被押上警车的那一刻，突然停止了挣扎。他转过头，死死盯着我，满脸的颓败与绝望。他终于明白，他彻底完了。警车闪着红蓝警灯，消失在夜色中。老李长长的舒了一口气：“我的亲娘哎，刚才吓死我了！那打火机要是真点着了，咱们这半年的心血就全毁了。”李叔，让兄弟们把地上的汽油清理干净，检查设备有没有受损。听见没？清理汽油，检查设备。明天一早还有5万斤的订单要发车，大家抓紧时间休息。3个月后，县人民法院的判决书下来了。赵桂发因犯敲诈勒索罪、挪用公款罪、破坏生产经营罪，数罪并罚，判处有期徒刑7年，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赵小军作为从犯，加上伪造公文，判了2年0 6个月。那个曾经在村里横行霸道、不可一世的村主任，彻底成了阶下囚。青柳村的村民们听到这个消息，直接在村口放了2挂鞭炮。王大爷拄着拐杖站在村口大骂：“听见没？判了7年，老天有眼，早该关进去。”那个曾经在村里横行霸道、不可一世的村主任，彻底成了阶下囚。
好，攀得好。而我的后山采石坑，此刻却是一番热火朝天的景象。随着省农科院的专家入驻，我的生态活水养殖技术越来越成熟，鱼的品质在全省都打出了名气。不仅市里的各大高档酒店抢着要货，连外省的水产收购商都开着冷链车在山外排队。这天上午，我正在办公室里跟几个外地老板签合同，老李推门进来，守民，镇上饲料店的老张来了，带了2条好烟，在外面站了半个小时了，让他进来吧。老张弓着腰走进来，满脸堆笑。守民啊，大忙人，现在见你一面可真不容易。张老板，有事直说，外面还有好几个老板等着装车。守民，之前的事儿是我猪油蒙了心，赵桂发那个老东西拿村里的项目压我，我这也是没办法呀。你看，守民，你现在手里握着省里饲料的独家代理权，我那店里现在连1袋好料都进不到，生意快黄了。你能不能大人不计小人过，批点货给我，价格你说了算。我站起身，拿起桌上的那2条烟，直接塞回老张怀里。张老板，做生意讲究个诚信。我陈守民落难的时候，你连门都不让我进，现在看我赚钱了，跑来跟我谈交情。守民啊，我知道我错了，我真的知道我错了，我不该那么冲动，我不该那么冲动啊！老张，你也别太自责了，事情已经这样了，再自责也没用啊。我的货全县统一调配，不走你那种见风使舵的代理。门在那边，慢走不送。老张脸色一阵青一阵白，最后只能灰溜溜的抱着烟走了。赶走老张后，我走出办公室，看着外面忙碌的装车现场，王大爷、李婶儿，还有村里几十个勤快踏实的乡亲，正帮着伙计们一起分拣称重。自从赵桂发倒台后，村里的烂泥塘被镇上重新收回，进行生态修复，村民们没了进项，我就把那些愿意干活、不耍滑头的乡亲全招到了后山。王大爷一瘸一拐的走过来，手里拿着个厚厚的本子，这是大家伙凑的钱，我们商量过了，光给你打工不行，我们想跟着你一起干。守民，你脑子活，技术好，我们把家里的积蓄全拿出来了，你带带我们吧。行，今天这事儿我应下了。1个月后，青山水产及饲料专业合作社正式挂牌成立。我作为合作社理事长，将全村的闲置水面重新整合，统一提供省农科院的优质鱼苗和独家饲料，统一技术指导，统一保底收购。剪彩那天，刘副县长亲自带队来道贺，鞭炮齐鸣，锣鼓喧天。老李穿着一身崭新的西装，胸前戴着大红花，笑得见牙不见眼。守民，真没想到咱们能有今天。李叔，好日子还在后头呢。2年后，青柳村彻底变了样，家家户户盖起了2层小洋楼。村口停满了小汽车，曾经那个因为赵桂发贪腐而穷得叮当响的村子，现在成了全省闻名的生态水产第一村。年底的分红大会上，合作社的院子里摆了几十张大红桌子，现金堆成了一座小山。我站在台上，拿着麦克风，看着下面一张张笑开花的脸。王大爷今年分红12万。好。李婶儿15万。王大爷领着厚厚一沓钞票，手抖得拿不住，老泪纵横地朝着我鞠了一躬。守民，多亏了你带着大伙打拼创业，让咱们村里人都过上了好日子。大爷，千万别这么说，这份好日子、好收成都是全村人脚踏实地、辛勤劳作换来的。只要咱们踏实肯干、同心激励，往后的日子只会越来越富有安稳。守民，别忙活了，你婶婶子介绍的那个姑娘沈清，人家今天回村了，就在村委等你呢。李叔，合作社明天还有10几车货要发，我哪有空相亲？少废话，人家是县一中的老师，听说你带村里人致富，非要见见你，赶紧去，别让人家姑娘干等。我拗不过他，只能拍拍身上的灰，快步赶到村委。刚进门，陈先生早就听闻你的事迹。姑娘太过夸赞，我只是专心打理水产养殖产业而已。靠着养殖带动全村发展，这份能力十分出众。家中长辈时常提起你，叮嘱我多向你取经学习。学习养殖劳作，怕是会沾染一身水气呢。不知道陈老板肯不肯收个徒弟？学养鱼？你一个教书的，不怕沾一身鱼腥味儿？我不怕鱼腥味儿，就怕陈老板嫌弃我笨，不肯教。只要你肯学，教多久都行，教到你出师为止。陈老板，那咱们可说定了，这周末我就来后山报道，你可不许藏私。周末合作社出货最忙，你穿这身白衬衫来，回头弄脏了还得让我赔。少看不起人，我这就回去买2套水鞋和干活的衣服，明天早上8点后山见。沈清转身就走，马尾辫甩出一个利落的弧度。老李从门外探出脑袋。
样？这姑娘水灵吧？我就说你们俩准成。李叔，人家是来学技术的，你别瞎掺和。学什么技术？谁家好姑娘大周末的不逛街，跑来闻鱼腥味儿？休息日特意前来协助做事，这份心意大家都能看得明白。老李看人确实多。接下来的大半年，沈清每个周末雷打不动地往后山跑，养鱼没学会，倒把我那乱七八糟的账本理得清清楚楚，还帮合作社搭起了一个线上销售平台。陈守民，你这出户单怎么又填漏了？跟你说多少次了，省里的单子要单独归档。这不是忙忘了吗？多亏有沈老师把关，不然我这合作社早乱套了。光嘴上说有什么用？我这大半年给你白打工，工资怎么算？合作社的钱全在你那张卡里，你想怎么开就怎么开。少来这套，谁稀罕你的钱？不稀罕钱，那稀罕我这个人？陈守民，你越来越没正经了。1年后，青柳村办了一场最热闹的喜宴，全村老少全来了，流水席摆了整整3天。陈守民，鱼你算是养明白了，以后这家里你打算怎么养我？新房里，沈清穿着大红敬酒服坐在床沿上，我走过去把合作社的公章和几张银行卡全塞进他手里。往后集体事务、日常深知都交由你打理，我也愿一直相伴相守。这话可要算数，不能轻易改变心意。心意始终不变，往后生活会愈发美满顺遂。